听到塔瓦纳终于答应继续演出，一旁的三井良孝也松了口气。本来他也担心这大小姐忽然撂挑子不干了，而且他知道这大小姐的脾气，真要把他惹急了，他连环球的老板都不放在眼里。反正他赚的钱足够多，影响力足够大，公司惹他，他就算硬刚不起，也可以大不了摆烂一段时间。而且只要他告诉歌迷，自己摆烂是因为唱片公司逼迫他做不想做的事情，那唱片公司会被粉丝的口水淹没。所以就算三井良孝自己也不敢硬逼着塔瓦纳演出。可他是真没想到，叶晨这强硬的态度一出来，反而让塔瓦纳立刻就服软了。此时叶晨开口说道，既然斯维特小姐决定演出照常进行，那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斯维特小姐和肯尼迪先生，请先回到派对现场，以免离席太久会让现场的宾客心生疑问。如果有人问起刚才的情况，两位直接告诉对方，你们有保密协议在身，不得透露任何信息。塔瓦纳微微点了点头，有些担忧地问道，如果他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媒体怎么办？叶晨看了三井良孝一眼，微笑道，你不要忘了，今天这场派对是三井先生发起的，来的所有宾客也都是三井先生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。我相信以三井先生的实力和地位，一定能够让这些宾客保持沉默，让他们看到的当作没看到，听到的当作没听到，知道的也当作知不到。三井良孝听了这话，气得只想骂娘。原本正当的事情是宾客们自己的事情，他们有些好事之徒，在掌握了一些八卦之后，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分享和传播出去的，自己也不好阻拦。现在叶晨这么一说，就等于把保密这件事情的责任也压到了自己的头上。照叶晨这话来看，要是今天这些宾客有人不能保守秘密，反倒成了自己能力不足了。就在三井良孝心中气恼不已的时候，叶晨忽然转头看向他，笑着问他，三井先生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吗？三井良孝心里暗骂一句，面上却也只能硬着头皮陪笑道，对对对，叶先生说的对，请诸位放心，我一定会态度明确且严厉地提醒所有宾客，让他们不要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。塔瓦纳见三井良孝这么大来头的人物，也依旧要被叶晨拿捏，心里忽然舒服了不少。俗话说得好，倒霉的时候看看更倒霉的人，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倒霉了。叶晨见三井良孝不得不接受这个重担，心里也算是比较满意。不过他仍旧提醒塔瓦纳道，如果万一这件事情真的走漏风声，导致有媒体来找你询问或者对质，那你就只管装傻即可。任何人问你任何问题，你都告诉对方你不清楚，无可奉告。反正今天的关键人物都在这里了，而且全部可控，任谁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的线索和证据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那些准备好重拳出击的人，最怕的不是打到铁板或者岩石，而是打到空气，打到铁板上，就算不能伤及对方，也能听一个响。打在空气上，是最让人憋屈又无可奈何的。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些人面前变成空气。好，塔瓦纳听叶晨说完这些，心里轻松了些许，对叶晨也多了几分依赖感，于是便问他，叶先生，美国有人想要杀掉我的话，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待在日本吧，早晚还是要回去的，到时候岂不是很危险？叶晨道，想杀你的人应该是之前跟你联系比较密切的人，现在局势变了，有些人想要自保，所以就要弃车保帅，还有人不想引火烧身，就要先放火把离自己最近的人烧死。这跟消防员扑灭山火要迎着山火烧来的方向放火是一样的道理，烧出一个真空地带，火就过不来了。所以由此可见，你就算没有参与某些事情，也一定知道某些事情的隐情，这也是对方想要杀掉你的关键原因。塔瓦纳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，有些事情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，但是确实了解不少隐情，
甚至有些事情也是他亲眼见证的。现在那些主导者眼看即将东窗事发，想杀掉自己，可能也是为了自保。可是那些事情他实在不好对叶晨启齿，何况这身边也不止叶晨一个人。好在叶晨对他究竟做过什么，看过什么，知道些什么，并不是很感兴趣。他只是淡然说道，鉴于目前的局势，如果你想自保，那么首先你要先寻求一个强有力的安全保障。在日本，三井家族就是你的保障。说着，他看向三井良校，又补充道，当然，这是在三井家族判断不出现失误的情况下。三井良校一下子尴尬不已，眼神也一直躲闪着叶晨的目光。塔瓦纳听到叶晨这番话，心中的安全感一下子回来不少，同时内心深处对叶晨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有了极大的转变。他愈发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能力非凡，对身边的一切都能够做到运筹帷幄。叶晨又继续道，如果你想安全回到美国，那么你就需要在美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保障。费小姐自然具备这个能力，但是我更建议你选择向那位获胜者示好，只要能让他下定决心保你，那你大概率就能够安全回去。塔瓦纳下意识道，这怎么好像他是好呢？我之前很多次在公开场合以及社交媒体上抨击过他，就算他能够不计前嫌，我也不能做出如此前后反差的决定，否则的话，外界一定会对我大肆抨击的。是啊，叶先生，崔佛也忍不住说道。塔瓦纳之前很多事情表态的，确实有些太过坚定了。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调转方向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这对他的声誉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叶晨道，向一个人示好，并非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公开对他表示支持，只要你们较之前做出一定的改变，并且让明眼人看得出你们是在转向的，对方就能够 get 到你们的意思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比如以往你总是在演唱会上说一些和音乐无关的事情，或许从这场演唱会上，你可以先试着先不再说了。相信以你这么大体量的明星，他们一定在关注着你的一言一行。当你今天的演唱会没有像以往一样提及那些敏感的话题，我相信对方一定会敏锐的察觉到你们有意示弱，甚至是好。类似的事情再有那么几次，可能你不需要联系对方，对方都会主动联系你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能私下里握手言和了。塔瓦纳忍不住问，真的吗？万一对方不联系我呢？叶晨摇摇头，放心吧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选手，多释放一些善意，再给他点时间判断局势，他的团队一定会主动联系你。塔瓦纳道，可是我日本演出结束之后，原定就要先返回美国休息的。叶晨摆摆手，还回什么美国啊？回美国？美国有谁啊？晚回去几天能少块肉啊？还是怎么的？塔瓦纳抿了抿嘴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，美国有我的家人啊，我就是想家人，感觉回家更有安全感。叶晨问他，就今天这个情况来看，你真觉得回家更有安全感吗？你家人在美国的势力比要杀你的那些人更强吗？塔瓦纳想到叶晨刚才的分析，摇头道，那还是先不回去了，听叶先生您的，等我跟那位获胜者关系缓和，有了他的庇护之后再回去。叶晨点点头，一副孺子可教的模样说道，你这样，东京不是连续要演几场吗？我看演完你也别在三井先生家暂住了，老打扰三井先生也不合适，你不如顺道去趟华夏。塔瓦纳惊讶地问，啊，去华夏？对，叶晨道，华夏也没多远，你打东京坐飞机3个小时就到了。塔瓦纳不解地问，可是我去华夏干什么呢？叶晨故作思忖地说道，也是，你毕竟是公众人物，去华夏要说随便玩玩，旅游肯定是不现实的。说着，叶晨忽然装作恍然大悟般，开口道，有了，这样，你到华夏选那么3、4、5个城市，连开个7、8、9场演唱会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
不如顺道把钱挣了。塔瓦纳瞪大眼睛，去华夏开演唱会？对啊，叶晨道，连玩带赚钱，一举两得。华夏治安比日本好多了，又能保证你的安全，一石三鸟。塔瓦纳无奈地说道。可我东京演唱会结束之后就要休息了，没有其他的演出计划，团队也都准备放假了。这有什么的？叶晨摆摆手，无所谓地说道，让他们去华夏加班，多给他们点加班费就是了。说着，叶晨又一脸认真地教导他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对你而言是非常敏感的关键时期，这时候去华夏开演唱会，除了我刚才说的几点好处，你正好还能在这几场演唱会上好好向华盛顿那边表个态。表态？塔瓦纳问。怎么表态？叶晨道，很简单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只用心演出就好了。只要你连续多场演出都一反常态，不在演唱会上发表任何无关言论，对方肯定会觉得诧异，心想你这大刺头怎么一下老实了，不扑腾了？再仔细想想，估计就咂摸出味道来了。一旦他咂摸出味道，他的团队肯定会主动联系你的。等他来联系你，你就顺势跟他握手言和，这样也就不用厚着脸皮去求他，面子保住了，安全也有了绝对的保证。这一举能得多少？说真的，我都快算不过来了。